我家这大胖媳妇儿现在应该是北京朝阳区所有外卖小哥的暗杀对象。自从她来到北京，应该聊疯过无数个外卖小哥。大胖媳妇儿跟我说，一个外国人在中国最难的事儿就是点外卖。点本身不是问题，现在烤冷面、半鸡架人家都会搜，问题是接外卖。我说为啥？他说因为外卖小哥会迷失、会脆弱、会崩溃，然后会给他打电话求助。但是大胖媳妇儿的汉语水平呢，自己都老丢，根本听不懂。那天有个外卖小哥给他打电话说，你家是20号楼啊？大胖媳妇说是。然后外卖小哥说，我在新兴超市呢，你在哪儿呢？我在家呢，我在家呢。因为我家这小区楼很多，门也很多，所以就老有外卖小哥找不着。大胖媳妇为了吃呢，就得非常努力的背怎么给他们指路，死记硬背。他上周刚刚背诵下来，如果一个小哥从南门进来找不着，应该怎么指？照镜子，看着镜子左怪。但是呢，每个小哥他走丢的方式各不相同。刚背完从南门进来的指导全文，下个小哥打电话人从北门进来的全白费了。为此他还自己画了一个思维导图，这是我见过的人类史上最高级最复杂的接收烤冷面流程图。人家说这个东西学名叫统一建模语言，从南门进是还是不是？是，那就怎么通过亭子引到红色儿童滑梯；不是，那将自动被推送到北门或西门系统。北门进来的是还是不是？是，那通过鱼池再引到红色儿童滑梯；不是，再推送到西门系统。最后通过各种地标把所有目标都引流到红色儿童滑梯。流程图人都配备完了，现在每次一接外卖电话之前就站在黑板面前有备而战。但是架不住的是，人有的外卖小哥他不咋说普通话。昨天那外卖小哥河南口音，那俩人的电话打的呀，那外卖小哥说，我招不住你啊。大胖姐老紧张了，放下吸尘器过来找我呀。他要捕捉我。你好，小妹，我招不住你啊！那咬不住我。这咖啡给煮上发了，我上北了，我上北了。因为沟通不明白，小哥总急眼，大胖媳妇都不敢开门。幸亏咱家装的凯迪式 K70千里眼智能锁，有人在门口逗留，小程序会提醒预警，一键查看情况，画质超清晰。有急事还能用室内屏联系我，出入直接刷脸挥手，方便可靠。昨天又整疯了，我看他陪孩子背古诗，我非常开心，我想给他设置一个惊喜，鼓励他一下子。那鼓励他啥呢？我就给大胖媳妇点了一份半鸡架，他都不知道，突然间有个外卖电话就来了。这外卖小哥是东北的，真的要骗你都不是人。这位外卖小哥找不着路时候的沟通方式非常的魔幻呢。他是这么说的：那我在那个新兴超市门口呢，我现在屁股朝北，我咋整？大胖媳妇非常懵啊！谢谢你的分享，但是 who are you？ 对方说，我送外卖的，我导航瞎导，没找着山丹园呢，哪有山丹园呢？我顺导航都导出去了都。我现在呢，我就搁这超市门口站着呢，我脸朝南，屁股朝北。我现在大胖媳妇就非常不解，赶紧把电话给我说，你跟他说，他如果迷路了，我可以去找他。但是我不理解他为什么一直强调自己屁股朝北呀？咱们不都是屁股朝下吗？朝下吗？最后为了这半鸡架，出去找的人家接的这外卖，都接着半鸡架了，还特意回头瞅人一眼，完跟我说，这不也朝下长的吗？也朝下长。哎，你说你敢相信吗？我的婆婆温迪离开我们已经2个多月了，但是她的身影依然活跃在铁岭市县的各个抢菜群，在抢菜这个领域兴风作浪。咋回事呢？温迪在铁岭有一天早上看着我爸拿手机搁那一顿翻一顿戳，都冒汗了。温迪看不懂就问哥哥，你炒股啊？我爸说哎呀，这小区里吧有个采购群叫凤舞居4群，每天早上放一些非常低价的东西，谁抢着谁得。温迪疯了，深吸一口气。谁抢谁得？你有这正经事儿你不让我干，你问我去不去故宫？去不去故宫？第二天早上自己就在我爸卧室门口踱步啊，特别焦虑，在走廊里就冲里边喊：“那什么，出来没呀？咋样了？”我爸说：“哎呀妈呀，不知道的以为我要生了呢。来，我直接给你拉进来。”就迫不得已把温迪也拉进了凤舞居4群。从那以后，每天早上坐那儿跟我爸一起抢菜，而且这老太太版图逐渐扩张，一发不可收拾。不但是凤舞居4群的小旋风，在建委家属楼的仨群里，也逐渐被人尊称为洋碴子。洋碴子。很快他回国了，躯体离开了，灵魂从未缺席。咱每天早上6点，正好是他下午3点。哥哥睡懒觉，温迪来放哨。温迪给俺家买那个劣质卫生纸，好几包啊。跟他儿子说：“我给你们买这些东西啊，等我去中国的时候，统一给我钱就行。”大胖姐说：“我给你啥呀？我给你，就你买那个纸，那叫一个拉，那哪是清洁呀？那就是抛光，就是抛光。”那天居然还团了6个味儿的要过期的口香糖，我爸不要，团给了跟我爸同住一个小区的我爷。我爷没牙9年了，就我爷下楼，小卖部老板说：“那个叫温什么玩意儿的外国老太太给你团的这个糖，你赶紧拿着。”我爷说：“我不认识外国老太太。”人说：“就你孙女找那个对象，他妈。”我爷阿兹海默了嘛，拎着口香糖上楼自己捣鼓。我这孙女找个对象是外国人，就够呛。咱妈也是外国人，咱妈也是外国人。整的我爸和我爷都很焦虑，天天拎着个钥匙下楼30回。我说：“爸呀，爷呀，你就笑纳他的热情。我给你们安我用的德诗曼 Q50 F Max 智能锁，不怕忘带钥匙，3D 人脸直接开门，刷个脸门就开了。另外还有10种开门方式，总有办法可以开。后屏幕联动门外160度广角猫眼，可以看清门外情况，智能敏锐又安全。”然后温迪在抢菜群里呢，偶尔也与人发生口角。那天温迪在群里看人发了一个散养走地鸡的照片，一看，哎呀妈，太便宜了，就一顿抢。后来发现照片是鸡，卖的是蛋。他说：“这就属于典型的虚假营销。
人进到这个群里，第一眼看的肯定是这图，你图是鸡，卖的应该就是鸡。人对方说我图旁边还有字儿，你进群肯定得先看字儿，字儿是蛋，卖的就是蛋。白热化了。谁能想到2023年初夏的夜晚，铁岭建委家属楼还在就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个永恒问题进行着泛国际学术讨论。虽然有矛盾，但就是抢。给我爸抢那个9块9一帘的酸奶，天天抢，给老头都喝白了。我才知道乳糖不耐受这个事儿，它是可以治的。我爸现在除了温迪不耐受，啥都耐受，啥都耐受。不光是抢菜，温迪还让大胖媳妇给他取快递，很多都是跟风王二姨砍一刀买的，还有什么3块8的永久媒贴，5块9的数据线，9块9的小白鞋神器，通通寄到北京俺家来。等他下次来完，一次性全背走。幸亏是快递不包邮，要不然这个凤舞居小旋风已经完成资本原始积累。但是这快递呢，有时候被放到快递柜里，大胖媳妇上班有时候就来不及取，就容易超时，就得交保管费。目前一共7块5。温迪认为你这个7块5是因为你超时，那你赶紧交了。我老公坚决不交，跟我说你看着没？他想完成资本积累，咱们替他卖力，还得给他交保管费，这就叫资本积累的无耻压榨。2块5我都不交，这是原则问题。目前温迪还欠着他儿子7块5的保管费。这个事儿呢，最后到底是属于民事还是刑事诉讼范畴，就等温迪8月份来的时候，我们拭目以待吧。我婆婆这不是回加拿大了吗？回去之后就跟所有家人安利中国有多好。现在我婆婆、我公公、我2个小姑子都在申请年假，今年夏天要一起来。他们首先被我婆婆安利的就是中国的搓澡文化。有一天晚上在铁岭，俺家所有人说这搓澡搓澡搓澡。温迪本来想拒绝，但一看俺家人的架势，怕挨打，最后只能从了。但走之前他说去搓澡也行，但是我只有一个要求，你们等我一下，我去取一下我的泳衣。我以为他逗我们玩呢，结果人家真的穿了一套连体泳衣就去搓澡去了。上了搓澡台，搓澡之后啪就打他一下。你说你洗个澡怕人看，温迪说难道不就洗澡应该怕人看吗？那我洗菜的时候也不怕你看呢。搓澡师傅把我叫过来让我翻译说，那你说像他这个情况，我是搓2面还搓4面啊？温迪说搓可见面，搓可见面。然后搓澡师傅就开始搓，一边搓一边说，你这个票啊本来是带奶搓的，但你说你穿的挺乳糖不耐受的，我也没法往你身上倒奶呀。你说那我收起来了啊。温迪噔家坐起来了，所以这个奶是给我的。搓澡师傅说对呀，那你也不能搓呀。温迪说对呀，但是我能喝呀。翟奥达过来，咱娘俩一人一袋，来给奶炫一个。翟奥达还挺感谢他奶奶说，谢谢奶奶给我一袋鲜奶。奶奶，你是因为想让我长个儿变得如此慷慨吗？他奶说你想多了，奶只是一个巧合。如果我的门票带的是醋搓或者盐搓，我更给你；除非我带的是酒搓，那我就自己喝了。搓完澡，温迪基本就放飞自我了。之后到了洗浴中心2楼，就彻底迷上东北搓澡大套了。我说温迪，2楼这个是自助餐，你别不好意思。但是呢，反正这儿的自助餐就这水平，没啥好吃的。没想到温迪十分激动。我找了整整30天的中国美食，我在加拿大每周末攒钱去买的中国美食，我来到中国居然没有，我差点都放弃了，我准备回加拿大吃去了，今天居然在这儿找着了。不是啥呀？你说蛋炒饭呢？我以为你们中国人1天3餐都吃炒饭，难道不是这样的？你说自从1979年的春天就不是这样的了，就不是这样的。温迪非常懊悔呀。刚才楼下袋装奶喝顶了，早知道有这么好的菜，我喝了3块5那玩意儿干啥呢？翟奥达说奶呀，那个奶和这个饭指不定谁便宜呢。然后在自助餐区，温迪展现了自己作为奶奶虽然爱孩子，但坚决不溺爱。这自助餐区它有冰激凌，但是它收费。温迪想来想去，给自己买了一个，被拿铁要走了，温迪就又买了一个。然后拿铁这个自己吃一半的，看奶奶有新冰激凌了，又去管奶奶要新的，上来就要啃。温迪拿铁张穆赫兰，你已经2岁了，你应该学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但是啃老这一套跟我绝对不好使，不信你问你爸去。拿铁气的表示非常不服，要赶紧长大好跟他奶抢。我说那就没办法了，你想靠爱绑架你奶不太可能，想决斗你只能长高点。春天都到了，我们领拿铁翟奥达出来玩，晒晒太阳动一动，抓住黄金期长一长。主要是下一次奶奶姑姑们大部队都来了，他俩不高点都抢不着冰激凌。迪小刚上线了一个亲子飞盘游戏，运动成长飞起来挑战，你们也快加入吧！不光动得多，还得吃得好，回家都吃点有营养的，再来点迪小小黄条 K2 钙，独立包装更卫生，进口钙大品牌，值得信赖。现在加拿大那边一家人都很激动，都要来铁岭整大套。我当时一听脑袋嗡家一下，哎呀妈，这老多人！但是大胖媳妇的回答非常明确，你们来也行，但是家里不够住，你们得在附近找酒店，大概一晚上一个屋500，你们做好预算。我公公一算，这开销也太大了。温迪邪魅一笑，老公，我跟你说那个炒饭天堂带包宿，搓完可以睡68一晚上，还给牛奶，而且炒饭随便吃。她老公说，谁跟你一样人？谁爱吃你那便宜玩意儿？人家我爱吃炒面，爱吃炒面。